大家印象中的魔法少女变身后不是大长腿就是闪亮亮的美少女，但1994年播出的《飞天少女猪》却彻底打破了这个变身一定水当当的绝对定律，让女主角果芬果林在变身后竟然从一个可爱的国中生变成一头圆滚滚的猪。这种魔法少女史上落差最大的变身，其实呢隐藏着一个非常现代的主题哦。如果你变身后不但没有变美，反而变得很滑稽，你还愿意拯救世界吗？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部不按牌理出牌的经典作品《飞天少女猪》。聊这部呢，一定要提一下作者池田多惠子老师。在当年那个满街都是华丽魔法少女的时期，他在小学馆的少女杂志上面连载这种美少女变成猪的异色喜剧，真的是非常前卫的尝试哦。后来呢，这部作品也交由日本 Animation 制作成全51集的电视动画。那说到制作团队，其实有个有趣的冷知识，这部作品呢，在企划初期原本是想要做成类似超人那样的英雄动画，但因为当时美少女战士带起的魔法少女热潮实在是太猛烈了，才顺应潮流呢，改编成我们现在看到的样子。而且这里有个超酷的细节，你看这部的私服为什么这么好看呢？因为服装设计师就是监督的太太啊，她现实中呢就是一位专业的童装设计师。他连角色的经济状况都考量进去咯，让果林的衣服有一种平价的时尚感，而镜子的衣服呢，一看就是高级的定制服。这种细节呢，真的很有诚意。故事是怎么开始的呢？主角果芬果林呢，某天上学途中救了一只饿到头昏眼花的小猪，结果发现这只猪竟然是来自宇宙布利歌星的外星王子东东。东东为了向国王爸爸证明自己看人的眼光很准，于是给了果林一个变身镜盒，拜托他成为正义的化身，但偏偏变身出来的居然是一头史上最滑稽的飞天猪啊！果林这个变身的代价真的不是普通的沉重哦。官方设定是说呢，因为布利歌星的力量具现化后的身体会太重，所以你会看到果林变身完，如果不赶快动起来，竟然会直接陷进地板里面，搞得他每次救人前都要先在原地疯狂跳绳机器，要把那个飞行能力给发动起来，才有办法飞起来。重点是呢，不止变身过程很累，连解除变身的方式都让人崩溃，竟然要把猪脚插进鼻孔里面才可以变回来。所以你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当国王说只要集满108颗珍珠就可以变身成梦寐以求的特摄女神时，这对果林来说简直就是救命稻草哎。而这108颗珍珠呢，刚好对应了佛教中的108烦恼。对于一个正值青春期的国中少女来说呢，最大的烦恼真的莫过于外貌了吧？你看她在剧中还有一招是要用鼻子喷水。这部作品呢，用一个非常极端的方式，不仅考验着女主角，也同时挑战着电视机前观众的审美观。熟悉我的观众都知道，我非常喜欢魔法少女系列的作品，心目中的第一名呢，永远都是美少女战士。所以坦白说，当我第一次看到飞天少女猪的设定时，我真的非常的惊讶，因为宝妮的形象完全没有长在我的魔法少女审美认知里面。我当时心里面一直在想说，怎么会有人会用肥嘟嘟的猪当成主角呢？这可是最吃漂亮市场的魔法少女题材欸。但神奇的是呢，我从第1集的困惑到看到第2集、第3集之后，我渐渐被这部作品特殊的调性给吸引了。里面很多幽默的桥段，还有果林内心的那些挣扎，都让我觉得这部作品越沉越香。它不像其他作品呢是第一眼美女，但它有一种让你慢慢品味，然后深深爱上的魔力啊。在聊这部作品到底想要讲什么之前呢，我们得先来看看这群超有戏的角色，尤其是里面还藏着一些当年我们看电视根本就没有发现的有趣设定。果芬果林，典型的14岁国中女生，爱漂亮，烦恼体重，而且运动神经呢超差。她最心酸的不是变身成猪，而是那个身份曝光就变不回人的恐怖诅咒。最讽刺的是呢，她暗恋的光一学长竟然眼里只有变身后的宝妮，却对身边平凡的果林呢完全没有感觉。我爱你，你爱他。水野光一，阳光帅气的足球队长，但感情神经呢比电线杆还粗。他是宝妮的头号铁粉，最荒谬的是呢，他明明跟果林距离超近，却完全没有认出心上人就在他身边。我是觉得光一没有认出来也蛮正常，因为果林跟宝妮他们两个变身前后真的是差蛮多的，所以合理啦，认不出来很正常啦。
黑羽静子，经典的傲娇大小姐，每次登场呢，一定要搭配夸张的笑声和一堆英文单字。虽然说呢，爱争第一，爱用钱砸人，但她其实意外的讲义气哦。不过她曾经呢，太过嫉妒宝妮的人气，还亲自呢山寨过一套珠装来穿，蛮特别的胜负欲。舞者小鹿琢磨，虽然呢他是网球部的自恋美男子，但行为呢根本就是个变态跟踪狂。他疯狂追求果林的原因超神展开，是因为呢果林长得很像他过世的妈妈。他对美少女的执着呢，背后其实藏着一个单亲家庭对母爱渴望的辛酸故事。日高薰，大家都以为她是优雅的校园女生，官方隐藏设定她是黑道千金这让她呢自带硬派的反差，可以穿着阿嬷的劳动裤去清扫河川，还可以练瑜伽练到变成大法师。甚至呢，看似完美的她，曾因为暗恋的光一喜欢宝妮，认真展开变胖这个恋爱脑大作战，甚至呢增重到昏倒。这种反差萌呢，也是她很可爱迷人的地方。看完这些角色呢，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无论呢是家世显赫的镜子、帅气的光一，还是完美的薰，这部作品里面的每个人其实都围绕着一个共通的关键字在打转，那就是外在价值。这些设定呢，并不是随便安排的哦。作者透过这群角色呢，建构出了一个非常真实的校园缩影。而身为主角的果林，正是被推到这个缩影最中心的人。这就带出了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核心：如果身份曝光，就一辈子只能当猪这个设定呢，小时候看觉得好好笑，长大看根本就是恐怖片吧？这不就是大家现在常讲的容貌焦虑吗？这部作品里面的所有角色呢，其实都活在一种外貌标签的压力下。首先呢，是果林的挣扎，在校园里面呢，他必须要在精致的镜子和完美的薰面前保持形象，但变身后呢，他却得忍受路人戏谑的目光。最讽刺的是呢，他暗恋的光一学长竟然对着宝妮告白、送花，甚至把一头猪奉为神圣女神，却对身边那个真实平凡的果林视而不见。这种跨越物种的爱恋，其实呢，就是现代社会媒体的缩影。我们往往只爱荧幕上那个闪亮完美的标签，却忽略了标签背后那个有血有肉也会脆弱的平凡灵魂。这也让果林产生了全剧最心酸的纠结：他爱的到底是这层外壳，还是真实的我呢？不只是果林，连看似完美的日高薰都会因为自己的某些小缺点而感到自卑。这部作品透过这些荒谬的恋爱桥段，轻轻地戳破了我们对美的执着。原来，当我们在追求完美的皮囊时，可能正与最真实的自己擦身而过。那都说到这里了，我要来爆雷一个90%的人都不知道的核弹级冷知识啊！这部作品的漫画跟动画的结局走向是完全不同的哦。在漫画版的结局中，走的是一个超级黑暗又浪漫的路线。光一呢，因为不小心目睹了果林变身，竟然被变身时发出的苹果光线给弄到失明了。为了治好光一的眼睛，果林拼命的收集珍珠。这时候他收集珍珠的目的不再是为了让自己变美，而是为了拯救心爱的人。而动画版呢，则选择了另一个逼哭观众的收尾。在最终决战的时候，地球面临了空前的危机。当时呢，光一因为太担心果林的安危，死命拉住他，不让他去涉险。被逼到绝境的果林，为了拯救大家，毅然决然在光一面前变身成宝妮。但我们前面说过，只要身份曝光，就一辈子只能当猪。果林呢，虽然成功打败了敌人，却也因此触发了禁忌，再也变不回人类了。直到最后一刻呢，果林崩溃大哭，恳求国王：“拜托，让我变回果林吧！”国王被他的眼泪打动，最终呢，动用自己的法力，才奇迹似的让果林恢复原状。果林明知道会永远变成猪，为了守护心爱的人，仍选择公开宝妮的真实身份。这个改动呢，让动画版的高度完全不同了。他告诉观众，不需要变身成美少女，那个善良勇敢的你，早就是大家心中的英雄。这种对自我价值的深刻认同，远远超过了外表带来的红利。我在准备这支影片的时候，我心里面有很多的想法。
在现在这个过度追求外在包装的氛围下，我们常常对着镜子啊，只盯着那个自认为自己不够瘦、不够精致的地方看。老实说，我自己也常常陷入这种容貌焦虑的泥沼里面，总觉得自己好像永远都达不到那个所谓完美的标准。但我重看《飞天少女猪》，它反而更像是一段温柔的自我对话。小时候呢，单纯以为看的是搞笑剧，现在才读懂那份与自己和解的意义。但我想要说的是，我们可以努力变美，但不要因为执着于符合社会大众的公版标准，就把自己最美好的地方给抹灭掉了。果林虽然没有大长腿，她顶着那个圆滚滚甚至有点滑稽的身体，却依然拼命去爱，去拯救世界。这就在告诉我们，你的价值呢，从来不是看你符不符合大众审美，那些你总想要藏起来的笨拙或是小缺点，其实才是你身上最无可取代的专属记号。当你不再执着于贴上别人的完美标签时，你早就已经是美艳动人了。换作是你，如果你有机会集满108颗珍珠，你会选择让自己变漂亮，还是会像果林一样，为了守护重要的人而放弃变美的权利呢？欢迎留言跟我一起聊聊哦。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咯，我们下次见，拜。你已经非常漂亮了，很漂亮，接受自己漂亮，最美。